全世界对於清掃水雷都面臨高成本、難度大的頭疼問題，但在台灣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對付水雷，只是一台只要300萬新台幣，全靠一根機器光纖拉着走的自制無人艇。在這個全球海軍瘋狂燒錢拼裝備的年代，搞出這麼一款長得像塑膠玩具的裝備，到底是預算不足的無奈，還是另闢蹊徑的巧妙設計？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台灣本土自研的太和1號，看看這套把商用零件逼到極限的裝備，到底是怎麼在全球掃雷裝備中佔據一席之地的。在弄懂台灣這套玩法之前，我們得先搞清楚一個底層邏輯：為什麼全世界一流的海軍在面對掃雷這件事時都要瘋狂的砸錢？現代水雷到底有多恐怖？很多人對水雷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2戰電影裡那種飄在海面上、長滿觸角的黑色大鐵球。如果是那種古董，派艘小艇加挺機槍就能打爆。但現代的智慧水雷早就進化成了讓神盾艦都頭疼的武器。就看霍爾木茲海峽，伊朗革命衛隊利用小型快艇在海峽裡瘋狂布設了大量的水雷，結果呢，硬生生把占了全球20%石油運輸量的波斯灣大動脈給掐斷了。很多人都覺得擁有地表最強海軍的美國，面對這些水雷能輕鬆搞定。錯，這批水雷把美軍中央司令部給搞得頭痛。五角大廈甚至在機密簡報中直接向國會承認，就算現在立刻停火，要徹底清除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布下的這些水雷，美軍和盟友至少得花上整整6個月的時間。為什麼連美軍都會這麼頭痛？因為這些現代水雷根本不會浮在水面上讓你打，它們全都沉在幾十公尺深的海床爛泥巴裡，內部裝有極度敏感的磁翼和水壓感測器，甚至內建了微電腦。一般的民用商船開過去，它理都不理。可一旦偵測到高價值軍艦特有的磁場和螺旋槳聲紋，它就會在水底瞬間起爆。一顆造價幾萬美金的水雷，只要放對位置，就能讓造價幾十億的主力驅逐艦當場報銷。面對這種極度不對稱的威脅，美日英德這些擁有頂尖軍工產業鏈的西方強權給出的解題思路非常直接，用絕對的資金和技術壁壘，硬生生砸出一套立體的水下天網。先看英美兩國的代表作涉水魚滅雷系統，這套由英國別役系統公司研發、美軍大量採購的黑科技，徹底改變了傳統獵雷艦必須在雷區裡緩慢排雷的危險宿命。美軍連傳統的掃雷艦都省了，直接由 MH-60S 海鷹直升機出馬，直升機飛到目標海域上空懸停，不需要降落，機艙直接往海裡空投這台造價昂貴的光纖線控滅雷機器人。它入水之後，尾部會拖着一根極細的光纖與母艦相連。千萬別小看這根光纖，在電波根本傳不遠的海水裡，光纖能把水下高畫質的即時影像和聲納數據零延遲地傳回直升機或遠端的戰情室。操作員盯着熒幕，就像打電競一樣，一路追蹤到水雷的精準坐標，鎖定目標後按下按鈕，涉水魚就會引爆自身的聚能裝藥，和水雷同歸於盡。這種把空中高機動性和水下遙控完美結合的戰術效率極高，讓主力艦隊完全不需要靠近死亡雷區。同樣在水下反制領域擁有絕對話語權的還有歐洲的老牌軍工，比如德國的海狐滅雷載具，幾乎成了北約海軍的標配。他們主打的就是極其精密的聲納辨識能力，能在渾濁的水域裡一眼分辨出這到底是一塊海底礁石還是敵軍偽裝的水雷。再來看看防雷壓力極大的日本海上自衛隊。作為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日本對保護海上生命線有着極度的火力不足恐懼症。他們最新銳的最上級巡防艦本身的設計理念就是一座大型的無人機母艦，在執行掃雷任務時，這艘巡防艦會停在絕對安全的防區之外，直接在水面放下無人潛航器 OZZ-5， 它的肚子裡同時塞了雙頻合成孔徑聲納，不管敵人的水雷是躲在複雜的海床礁石後面，還是深深埋在海底的爛泥巴裡， OZZ-5 都能把它掃得一清二楚。這種由美日英德幾百億國防預算堆出來的高階玩法確實無懈可擊，但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對於預算有限又要隨時面臨威脅台灣來說，把水下防衛網全壓在這種昂貴的進口裝備上其實非常危險。為什麼？我们來算一筆賬，西方這些頂級的獵雷機器人本質上都是消耗品，用一次就沒了一台，單價動輒好幾萬美金起跳，更別提搭載他們的專業母艦造價有多麼驚人。如果在成平時期買幾套回來巡邏演習，那絕對夠用。可一旦爆發高強度的實戰，對手在台灣各個主要港口外面撒下成百上千顆水雷，這種昂貴的進口載具打掉一台就少一台，只要戰時的後勤零件補給跟不上，整條水下防線很容易就會被對手給看破手腳。既然走不了西方列強那種大把燒錢的精兵路線，那就得另闢蹊徑，搞一套便宜耐操還能讓對手非常頭痛的本土量產戰術。於是在台灣民間的造船廠裡，這台代號太和1號的黃色潛艇就這麼悄悄下水了。
它即將向我們展示的是一種完全打破傳統海戰邏輯的玩法。在把這台代號台河1號的黃色小潛艇請出來之前，我們得先正視一個台灣海軍長久以來的痛點。大家如果去左營軍港，可能會看到幾艘名字裡帶永字的地雷艦。這些老兵雖然平時保養的不錯，但說句實在話，他們有點落伍了。傳統的地雷艦為了防止觸發磁性水雷，船體必須用木頭或者是玻璃纖維來打造，不僅造價貴得離譜，而且航速極慢。沒有武裝，在現代高科技的海戰中，生存率低得可憐。這種目標巨大、速度又慢的傳統地雷艦，在戰場上就是活靶子。就算排雷技術再好，船被打沉了，什麼都沒得玩。既然傳統的船找雷模式已經變成了送死，那該怎麼破局？既然西方那種幾千萬美金的頂規無人載具消耗不起，那有沒有一種方法能用買白菜的錢打出黄金的效果？於是，台灣民間的雷虎科技結合造船廠，直接拋開傳統軍工採購那些繁文縟節，掏出了這套務實的水下裝備台河1號、海狼號水下無人載具。當你第一眼看到這台裝備，你絕對會懷疑自己的眼睛。它全長不到2公尺，重量只有幾十公斤，外表塗着鮮豔的黃色，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個給小孩子玩的大號遙控玩具。而且最誇張的是它的造價，一台只要大約300萬新台幣。300萬是什麼概念？在西方的高端軍火超市裡，這點錢連買一顆頂級魚雷的導引頭都不夠。但你千萬別因為便宜就看扁它。這台小黃潛艇的肚子裡藏着2項徹底顛覆傳統水下作戰的魔改黑科技。首先是光纖革命。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要在水底遙控一台潛艇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因為海水會阻斷幾乎所有的無線電波。你在水面上遙控無人機那套 WiFi 或者5G 信號，到了水下幾公尺就徹底失效了。所以傳統的水下遙控載具屁股後面都必須拖着一根又粗又重的脐帶纜，這根缆線裡包着銅線，負責把母船上的高壓電送給潛艇，同時把影像傳回來。但問題就出在這根粗電纜上，在台灣周邊海象惡劣、洋流強勁的海域，這根粗電纜在水下受到的洋流阻力大得驚人，潛艇的動力有一大半都浪費在拖曳這根沉重的電纜上，這就導致傳統載具根本跑不快，作戰半徑通常只有可憐的幾百公尺，母艦還是得冒着生命危險，靠雷區靠得很近。但台河1號非常狠，它直接對標了北約最新的水下架構，把這根粗電纜給剪了。它利用台灣發達的電池產業優勢，在潛艇內部塞進了高密度的動力電池，潛艇的馬達供電全部靠自己，不再需要母船從上面輸電。既然不需要輸電，那尾巴後面剩下的就只有一根細到跟釣魚線差不多的微型光纖。千萬別小看這個改變，光纖的重量幾乎是0，在水底下完全不受洋流阻力的影響。這就意味着台河1號能在海床底下極其靈活的穿梭，而且它的作戰半徑瞬間從幾百公尺暴增到了好幾公里。母船可以躲在幾公里外的安全海域，操作員透過這根極細的光纖，看着零延遲的 4K 高畫質海底畫面，舒舒服服地進行列雷作業。然後是它的第2項核心黑科技——一魚3吃模組化設計。要知道，掃雷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你需要有人負責找，有人負責聯絡，有人負責炸。西方通常是造好幾種不同型號的機器來搭配，但台灣的工程師為了把成本壓到極致，玩出了一套通用外殼的套娃戰術。台河1號的船殼是統一直規的，但只要換掉裡面的硬體模組，它就能瞬間變成3種完全不同的角色。第一種是旗舰型，它不需要潛到深海，而是半浮在水面上，頭上頂着通讯天線，負責接收岸上或母船的无線電指令，然後把指令轉換成光纖訊號傳給水下的兄弟們，它就是一個移动的水上分享器。第2種是侦搜型，它的鼻子裡塞滿了高頻聲呐和水下攝像機，負責在烏漆抹黑的爛泥巴裡把敵人的水雷一顆顆給揪出來。第3種也是最致命的反制型，它不帶什麼昂貴的偵搜設備，肚子裡塞滿的高爆炸藥，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衝上去跟水雷同歸於盡。說到這裡，一定會有人問，既然它這麼神，為什麼只要300萬新台幣？難道歐美的軍工大廠都是吃素的，造不出這麼便宜的東西嗎？這就要說到台灣最強悍的一張底牌，商規軍用的民間電子產業鏈。西方那些傳統的軍規裝備，哪怕是一顆螺絲釘，都要經過嚴苛的抗震、抗輻射、極端溫差測試。為了拿到那個軍規認證，成本自然直接翻上幾十倍。但台灣的工程師思路非常清晰，我們造的是一台隨時準備去送死的水下消耗品，幹嘛要花幾千萬去買能用20年的軍規零件？所以台河1號大量採用了民間成熟的商用無人機零件、商用聲呐和電池，只要能滿足當下的作戰需求，能撐過引爆前的這幾個小時，那就足夠了。用商規零件換來了極其誇張的成本壓縮，它用不到西方同級裝備1/10的價格，硬生生打出了對方80%的作戰效能。這才是台河1號真正讓人頭皮發麻的地方。
他不跟你拼誰的裝甲厚，也不跟你拼誰的感測器更高級，他拼的是台灣民間工廠极其恐怖的量產能力和那種壞了就扔、炸了不心疼的流水線保兵戰術。那麼，當這款便宜又暴力的黃色小潛艇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它會有什麼效果呢？既然硬體架構我們都摸透了，那麼這台只要300萬新台幣的黃色小潛艇，它到底是怎麼幹活的？一旦在高雄港外的主航道上出現一大片最新的沉底智慧水雷，這個時候港口內滿載天然氣的大型液化天然氣船出不去，外面運送補給的運輸船進不來。如果硬着頭皮派造價幾百億的神盾艦出去護航，只要一碰上水雷，瞬間就是幾百人的傷亡和一艘主力戰艦的沉沒。但有了台河1號，母船根本不需要開出港口，它可能就躲在防波堤後面絕對安全的水域。首先，操作員把旗艦型和侦搜型的台河1號放入水中，旗艦型浮在水面當通訊天線，偵搜型順着極細的光纖，像一條獵犬一樣潛入幽暗的海底。在台灣周邊那種充滿洋流、水質又渾濁的極度惡劣環境下，偵搜型開啟了高頻聲納和探照燈，發現目標後，按照以前的打法，這時候得派全副武裝的水下爆破大隊潛水員下去，冒着水雷隨時可能因為磁場感應而引爆的巨大風險，手工在水雷旁邊貼上 C4 炸藥，這根本就是拿特種兵的命在冒險。但現在台灣的玩法變了，母船直接放出第3台載具反制型號和1號。這台反制型的肚子裡沒有那些昂貴的聲納和攝像機，它塞滿了威力驚人的高爆炸藥。它順着光纖傳來的坐標，毫不猶豫地衝向那顆水雷。操作員只需要坐在幾公里外安全的冷氣房裡，盯着高畫質熒幕。當黃色小潛艇的頭部距離那顆黑色水雷只剩下不到1公尺的最後關頭，按下紅色的起爆按钮，一切就已經解決了。這種非对稱戰術才是台河1號真正擅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以為台河1號的戰術極限就只有這樣1對1的單挑，那就太小看台灣軍工研發人員的腦洞了。這套系統真正恐懼的根本不是機器本身，而是它有着詭異的寄生戰術。大家想一想，如果搭載台河1號的母船不再是醒目的正規軍艦，而是一艘停在澎湖外海的普通漁船，或者是一艘海巡署的缉私快艇呢？那台河1號真正優秀的地方是它那套完全不需要正規軍艦的寄生戰術。大家回想一下，傳統的海軍要掃雷，必須開出一艘幾千噸的專業獵雷艦，在雷達熒幕上，這種船的訊號大的就像個移動的標靶，敵軍只要派幾架無人機或者設計發反艦飛彈，輕輕鬆鬆就能把它送進海底。掃雷艦一沉，港口就徹底廢了。但台河1號呢？這套系統的核心控制台其實就是一台加固的筆記型電腦，外加一個類似打電動用的搖桿。它根本不挑載台，只要是一艘能浮在水面上的船，就算沒有軍艦的雷達，沒有重型起重機，照樣能幹活。這就衍生出了一個讓對手極其頭痛的非對称打法。大家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在澎湖外海或者是蘇澳港外面，敵軍雷達掃過去，水面上只有幾艘看起來毫無威脅的普通漁船，或者是海巡署日常巡邏的幾十噸級快艇。這就叫去中心化的防線。當掃雷母艦不再是醒目的軍艦，而是化整為零，變成成百上千艘的民用船只、海巡快艇時，台灣的戰術眼光有了一次質的提升。故事聊到這裡，相信大家對這款只要300萬新台幣的台河1號已經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毫無疑問，美日歐那些幾百億國防預算砸出來的立體天網，頂級聲納確實很強，台河1號比不上。但是台灣不需要跟別人比誰的裝備更豪華，誰的高科技更炫酷。台灣需要的是能在戰時迅速補充，炸了絕不心疼，在現代戰爭的不平等消耗戰裡，把商用領艦的潛力榨乾，用極其便宜的價格換取足夠的數量優勢。這就是台灣軍工交出的最硬核答卷。一台不到1輛轎車價格的黃色自製潛艇，硬是靠着一根極細的光纖和一肚子的炸藥，成功開闢了另外一種思路。它不僅僅是一款武器，它代表的是一種在絕境中求生的作戰智慧。好了，今天關於台河1號的故事就聊到這裡。你認為台灣的低成本武器到底怎麼樣呢？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